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在生活中，很多人都有打鼾的问题，而如何能缓解打鼾呢，也成了不少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。那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几种食物，常吃对缓解打鼾就能起到一定的帮助。第一个是蜂蜜，蜂蜜能够放松我们的喉咙，减轻喉部充血肿胀的情况，从而也就能够缓解打鼾。第二个呢是鱼肉。鱼肉的营养物质很高，而且它不像红肉，会增加前列腺素的含量，所以对于缓解打鼾也是有帮助的。第三个呢是洋葱，洋葱不仅有杀菌消炎的作用，它还能够清理鼻道，帮助我们克服打鼾的问题。第四个是姜黄，它对于防止打鼾也有不错的效果，而且呢它还有很强的消炎作用，所以我们平时呢可以常用姜黄来煮水喝。以上就是能够缓解打鼾的食物了，有这方面问题的人平时都可以多吃一些哦。很多人都不知道双腿对我们的重要性，我们的双腿又是人的第二个心脏。正所谓骨正筋柔，气血自流，我们的双腿决定寿命的长短。但是当人上了年纪之后，腿关节退化，就会出现骨质疏松、腿无力等问题。如果每天能够这样练练腿，可以帮助补肾强身，养护双腿。第一个，抱膝。自然站立，左脚向前迈一步，右脚脚后跟抬起，同时双手向上举过头顶，然后双手慢慢的向下，左腿弯曲，用双手抱住左腿，这样保持5秒，然后放下，再换右腿做同样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可以锻炼膝关节的屈伸能力。第二个，直立抬腿。自然站立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双手叉腰，然后左腿向前伸直抬起，上下的勾脚尖30次，再换另一条腿，重复做30次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改善膝关节屈伸不利，有强身健骨的功效。这2个练腿小动作每天坚持做，早晚各做一次，每次做3到5分钟即可。那经常这样练腿，可以增加下肢的肌肉力量，帮助改善骨关节的灵活性，让身体更健康，活到80岁没问题。睡觉时手脚发麻，可能是体内有血栓了。那一个动作，清血管化血栓。血栓对身体危害很大，当体内出现血栓时，手脚会频繁出现发麻的情况，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。那由于血液流动慢，手脚发麻的症状会更加明显。下面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有助清理血液垃圾，溶解血栓。自然站立，身体挺直，将左脚脚尖踮起，然后左右的进行绕动，绕动1分钟，再换右脚，也是绕动1分钟。在我们的脚踝处有很多穴位和经络，这样活动踝关节可以刺激到这些穴位和经络，而且活动脚踝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可以减少血栓形成，帮助疏通血管。每天坚持练习，有利于心血管健康。不管做什么都需要坚持才能够看到效果。如果不想血管堵塞，预防血栓，平时呢还要改掉不良的饮食习惯，避免熬夜，多进行锻炼，增加运动量，这样可以让血液循环更加流畅，避免血管出现堵塞。晚上几点睡觉对身体最好？睡眠不好的一个动作，告别失眠，睡得香。熬夜已经成为现在人的常态了，大家都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，但是有的人呢是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有的人则是真的想睡睡不着。那晚上睡觉最晚不能超过几点呢？晚上11点的时候是我们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，这时人体也会开始排毒。如果这个时间还在熬夜不睡觉，就会影响身体排毒，不利于身体各个器官的修复，对身体伤害很大。所以晚上11点之前睡觉，相对来说身体会比较健康。但是每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是最好的，睡多睡少都是没有好处的。那经常失眠睡不好觉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呢可以在睡前做一个小动作，有助于睡眠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睡觉前躺在床上，找到一面墙，将双腿和臀部紧贴在墙上，身体放松，呼吸均匀，保持5到10分钟。那这样靠墙倒立可以促进全身气血运行，能刺激放松和消化神经，有舒缓神经系统，促进睡眠的作用。
有失眠困扰的朋友，睡不着时就坐一会儿，能够帮你快速入睡。由于现在的人长时间的坐着，再加上不运动的原因，导致身体经络不通，三焦堵塞。如果经络不通，那么人就很容易生病。那中医认为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，所以疏通经络是非常有必要的。下面呢，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拉伸动作，可以疏通手三阴和肝胆经络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首先自然站立，两脚打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向身体两侧平举，然后两个手掌向上翻，手指保持挺直，要让前臂内侧有拉伸的感觉。同时眼睛看向手背，自然呼吸，坚持5秒，慢慢还原，然后再做。每天睡前反复做1分钟即可。这个动作可以打开胸腔、上背部和肋骨关节，同时还能拉伸到肩膀、肘部、手腕部以及手指的各个关节。每天坚持做，心肺舒适了，颈肩不疼痛，就连睡眠也跟着好了。大家不妨试一试吧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哦。这2种睡觉方式不改掉，可能会使血糖升高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有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。糖尿病除了和平时的饮食习惯有关，还可能和睡觉有关。那下面这2种睡觉方式，如果不改掉，可能会使血糖升高。第一种，睡眠不足。因为现在生活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，很多人会出现失眠、睡眠质量差、熬夜的情况。长期的睡眠不足会使内分泌紊乱，血糖代谢出现异常，增加糖尿病的风险。所以有这种睡眠习惯的朋友要尽量改掉。第二种，睡的时间太长。很多人一到了周末休息的时候，就会赖床睡懒觉。那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睡眠保证7到8个小时是最好的。如果睡的时间太长，很容易使体内血糖很大量消耗，再加上睡的时间长，会耽误吃早饭和午饭，那这样血糖就更不稳定了。经常这样很容易引发糖尿病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大家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保持一个有规律的作息，这样才能使血糖保持平稳，减少糖尿病的频发几率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雄性激素是男性体内非常重要的一种激素，只有它充足了，男性看起来才会比较阳刚，也会充满男人味儿。那我们该如何判断雄激素是不是充足呢？不妨从下面这3个特征。特征1，睡眠质量好。如果男性朋友每天睡觉都能很快入睡，并且入睡后进入深度睡眠，说明体内雄激素分泌还很好。因为睡眠质量好，有利于身体进行排毒和促进新陈代谢，对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。特征2，胡子长得快。大家都知道，男人都有刮胡子的习惯，有的人胡子长得很快，几乎是每天刮一次，这说明呢体内雄激素分泌比较旺盛。但如果几天甚至1周才刮一次，说明体内雄激素分泌的比较少。特征3，毛发旺盛。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男性腿部和手臂的毛发非常多，其实这和体内雄激素旺盛有关。如果上面这3个特征你都有，说明体内雄激素比较旺盛，但如果没有，就要考虑可能是雄激素不足了，最好及时的进行调理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每天拍头2分钟，甩掉老花眼。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会出现看东西模糊、眼睛干涩、有眩晕感的情况，其实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。老花眼有很多危害，所以呢我们要学会保护眼睛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对缓解老花眼有很好的效果。这个方法就是拍打头上的承光穴。承光穴归属足太阳膀胱经，当前发际正中直上2.5寸，旁开1.5寸的地方。那找到之后，将双手搓热，然后用2手掌心对准承光穴进行拍打。拍打时要有节奏感，连续拍打2分钟左右，这样刺激承光穴可以使气血进入眼部，消除老花眼的不适，对缓解头痛、目视不明、眩晕等都有很好的效果。那除了用拍打的方法外，用大拇指按揉100次左右也可以，同样呢可以起到缓解老花眼的作用。
除了拍打晨光穴，平时呢还要注意看电视或者看书时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每天喝一杯枸杞菊花茶，有清肝明目的功效。还有每天给眼睛做一做保健，可以让你眼睛用到老都很明亮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养生知识，可以给我们留言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